诸位居士大德们，大家早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《大智度论》布施波罗蜜的故事。大智度论布施波罗蜜的故事，我们在前2星期有说到，菩萨如何布施才能升起持戒、忍辱、精进波罗蜜。那今天呢，要说菩萨的布施如何产生禅定波罗蜜，就是布施跟禅定波罗蜜的关系。菩萨在行布施的时候，能够去除牵令的贪心，牵贪除去之后，就会由于行布施而去修行一心。一心就是有点专注，那这样的话就会渐渐的去除贪嗔昏沉掉举怀疑等五盖。若能去除五盖，就叫做禅定了。由于心依布施而进入初禅，乃至于进入灭尽定禅。什么叫做依呢？心依布施而进入初禅。什么叫做依呢？依靠的依。若是布施给修行禅定的人时，心里想，我是因为这个人修行禅定的缘故，而以清净心来供养他的。然而，我自己为什么不修行禅定呢？于是他就收敛心思而专心修禅，就是布施给修禅定的人，看到别人在修禅定，然后他也发起了信心，然后为什么我不修禅定呢？我也可以修禅定的，所以就收敛心思而专心修禅。若是布施贫穷的人时，他就想，这个贫人就是因为宿世造了不善业，不修禅定，不修福业，今世才会贫困的。于是就自我勉励，要修一心，以便进入禅定。这里举个例子说，譬如有84000小国王，都拿七宝及珍妙的东西来朝贡喜见转轮圣王。喜见转轮圣王是一个圣王的转轮圣王的名字。那这个喜见王就说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吧，你们自己去修福，去布施吧。那这些诸小王他就想，虽然这个喜见转轮圣王，虽然大王不需要，他不肯要，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自己享用。于是这些诸小王就合力造了七宝宫殿，他想要把这个宫殿呢供养给喜见转轮圣王。那当一切建造完备之后，诸小王就向大王报告说，请接受我们供养的法殿，接受我们供养的七宝宫殿吧。那大王是默然的接受，但是他想，我不应该首先在新的这个宫殿中享用，我应当要先供养沙门及婆罗门等善人，然后我自己才享用。所以国王就恭请了很多的善人修行者进入这个宝殿，以种种的珍贵的奇特的东西充分的供养他们。那当这些善人都离开之后，大王他就自己进入宝殿中，然后登上金楼，坐在银床上。他心想布施的清净，而除去了五盖的遮障。他收摄6根，而除却6尘，于是就得受喜乐，而进入初禅，然后又不断的用功，又进入了2禅、3禅，
最后他进入了四禅，他就这样子独坐思维修行，用功了3个月之久，而达到四禅的这个禅定功夫。那这个大王他就这样子独坐思维修行，用功了3个月之久。有一天，玉女宝后，就是大王的皇后，和84000侍女，就是众多的宫女们，身上都带着白珠、名宝及璎珞，来向大王问安说：“好久都没有见到大王了，因此我们来向大王请安，来向大王问候一下。”那大王就向他们说：“各位妹妹，你们要端正你们的心，要当我的益友、善友，我的好朋友，不要当我的冤家。”那这个玉女宝后听了之后呢，就流泪说：“大王为什么今天称我叫妹妹呢？想必你的心念已经有所改变了。我想听听你的看法，为什么要我们当益友，不要当你的冤家呢？”那大王就告诉皇后说：“如果你以世俗的看法，认为和我行礼是一件欢乐的事的话，那就是我的冤家。若是你能够觉悟到一切的无常，知道色身犹如幻化之物，只是暂时借我们使用而已，从而修福业行善事，断绝情欲的话，那就是我的善知识。”那这个王后听了之后就说：“好，我会遵照大王的话去做。”所以说完话，他们就跟着宫女们就回去了。那皇后跟侍女走了之后，大王就继续修行慈悲喜舍三昧，又不断的又进入禅修当中。那这个就是菩萨行布施而产生禅波罗蜜。所以由此可知，由布施而去除悭贪等5盖，加上少欲知足，生活简朴，修行慈悲喜舍三昧等，就能产生禅定波罗蜜。那接下来说到如何是菩萨行布施而产生般若波罗蜜呢？就是从布施中产生智慧波罗蜜。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布施时是产生烦恼的，那菩萨不一样，他布施当中可以产生智慧波罗蜜。菩萨在行布施的时候，他知道现在做的布施一定是会有果报的，就是有因有果的正见，他知道布施一定是会有果报的。由于他这一点也不疑惑，因此能够破除邪见及无明，这就是由于布施而产生般若波罗蜜。另外，菩萨布施的时候，能够清楚的知道，不持戒的人，若是把以鞭打、用刑、关闭等种种残忍不合法的手段，他们所获得的这个些钱财拿来布施的话，就会投胎到象、马、牛当中。这些人虽然变成了畜生，虽然要背重物，要被鞭策，要被穿皮，要被骑乘，但是却经常能够住在好的房子，有得到很多好的饮食，也被人看重，而且还有专人在侍候。我们也看到事实上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一些名象啊、名马啊，还是特别的牛等等之类的，类似就是这样的情形。就是说，以恶毒、残暴、鞭打所得的这些财产、这些钱财拿去布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将会出生为畜生，但是就是很有福报。那菩萨也知道，恶人的心充满了嗔恚，
由于他们的心邪曲而不正直，虽然行布施，但却会堕入龙胎。这些龙主会住在七宝的宫殿之中，获得美妙的饮食及俊男美女的配偶。那这一些都是在布施时，不正确的心态或者行为。菩萨也知道，骄傲的人大多是以傲慢及嗔心来布施的，因此会堕入金翅鸟中。金翅鸟经常能够自在的飞翔，它们以如意宝珠作为璎珞，作为装饰品，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如意的人又能够做种种的变化，神通广大。那这是其中一类。另外，菩萨也知道，当官吏的人，就是政治人物啊、公务人员，如果贪赃枉法，不遵守法律，而偷取财物来布施的话，就会堕入鬼神道中，做鸠盘吐鬼，能够做种种的变化，而以色身香味触的五尘来自我娱乐。这就是不是用自己的钱，而是用贪赃枉法，还是种种的贪取、欺骗等等的钱财来布施。那菩萨也知道，嗔恚、狠戾、爱吃肉、喝酒的人，他们也会布施。那他们布施的话，就会堕入夜叉鬼之中，经常能享受到种种的欢乐、音乐及饮食。另外，菩萨也知道，有的人刚愎自用，就是很倔强、自以为是，但是他能够布施车子、马匹等代步的工具，这种人会堕入虚空夜叉之中，而能够有大的力气，飞行的速度快得像风一样。菩萨也知道，有的人嫉妒心强，又好争论，而能够以好的屋子、卧具、衣服、饮食来布施，所以他们会升到宫观飞行夜叉之中，因此而能获得种种的娱乐及身外的方便之物。那以上的种种的情形呢，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这些不正当的布施。那这个就叫做菩萨布施时能产生般若。此外，菩萨知道布施饮食能获得力气、好气色、寿命、快乐及别人的瞻仰、看重及恭敬。若布施衣服，能获得天生的知惭愧之心，有威德，长得端正，身心都安乐。若是布施房舍，能获得七宝的宫殿楼观，自然会有色身香味触的娱乐。若是布施井水、池水、泉水等种种好饮料的话，生出来之后就不会有饥饿、口渴的情况发生，能享受五欲的快乐。若是布施桥梁、舟船及鞋子的话，就会生在有车子、马匹代步的家庭。若是布施园林的话，就会获得豪富尊贵，一切人都依止他，体格及相貌都端正，心中快乐，没有忧虑。以上种种，这算是比较正面的布施，都是由于布施而得生人中所获得的果报。若是有人布施修福德，但是他不喜欢世俗的各种谋生工具工作，那他死后就可以升到世王天上。若是有人能布施，又能供养父母及诸伯属、兄弟姐妹等等，没有嗔恚之心，也不好和人打官司，也不喜欢看到爱打官司的人，
这种人死了之后呢，就能升到忉利天、焰摩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或他化自在天。那能够在布施的时候做这种种的分别，这个就是菩萨行布施而能产生般若。若人布施的时候能够心不染着，厌恶世间，要追求涅槃的快乐，那这个就是阿罗汉及辟支佛的布施。若人布施是为了成就佛道，为了普度众生，这个就是菩萨的布施。对这种种的布施现象能够分别的知道，就叫做从布施中产生般若波罗蜜。菩萨布施的时候，像前面所说的一样，能够思维施者、受者、布施的东西，这三件事的真实之相，就是知道三轮体空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，没有任何的执着，能够支持三世实相的话，那么就叫做行布施而出生般若波罗蜜。一切的智慧和功德的因缘，都是由于布施而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布施是修一切智慧及功德的第一道门。比如贤解仙佛刚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，都以种种的财物来布施诸佛，或是以花香、衣服、羊脂来布施，而才发菩提心的。因此，这种种的布施，就是菩萨由于布施之故而生出般若波罗蜜。结语，我们总结，菩萨行布施的时候，因为他能深入的观察到众生个别的因缘与果报，所以由此产生般若波罗蜜。那因果是善恶分明的，恶业无法抵消善业。所谓因地不增，果遭迂曲。所以菩萨在行布施的时候，他就能够避免错误的心态及行为。简单的说，布施是要用自己正当工作，就是正命赚来的钱，这样才算是纯正清净的布施。如果是用欺骗、诈取、抢夺、贪污的钱来布施，那这就是不清净的布施。布施的时候更要三轮体空，不可以执着施者、受者及布施的东西，更要以感恩的心感恩对方，让我们修福修慧，不能以骄傲、嫉妒心、傲慢、嗔恨、心邪虚、不正直、好强、自以为是、又好争论等等错误的心态来布施。总之，一切的智慧和功德都是由于布施而启发的。让我们学习菩萨为了成就佛道，为了普度众生的布施，并由此产生般若波罗蜜。以上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，阿弥陀佛。